大人因何认为张冲会将黄金藏在王府之中呢？张冲若是早已将黄金运出青州，盗矿案发之后，势必急于出城，否则如此庞大的财富托付给任何人，都有监守自盗的可能，他又怎会毫不担心呢？那要是他早已把黄金藏在无人知晓的隐秘之处呢？盗采金矿志在黄金，如今矿场已被查封，而官位也已不保，以他的武功又不难逃逸。若是他就此离去，带着黄金远走高飞，天下之大，何处不可藏身？又何必冒着被擒之险而留在青州呢？大人，婉儿虽然不懂办案，却也有些疑问。既然你介入此案，有什么疑问，就尽管提出。是。婉儿不明白，如果他是因为那些黄金留在青州，怎么能判定就藏在王府呢？以他计划之周密，想必明白，一旦案发，必定会要查黄金的藏处。放眼青州城，何处不会去查？不敢去查，除了王府之外，别无他处。听小王爷的侍童说，张冲去柴府，都是和柴总管见面。对，最近他到王府的次数也明显的增加了，而且每次都是我们施压之后立刻就去，一定是到王府找同谋之人商议对策。这个人未必就是柴人，可是王府里面这么多人，又如何查呢？查人的确不易，然而查物确实不难。 20几万两黄金，可以堆满半个仓库了。可是王府占地太大了，能藏的地方至少有30-40个，我们总不能一间一间去查，而且这样也太花时间了。不能公然一间间去查，否则对王爷又如何交代呢？大人还是确认与柴王爷无关吗？当然。 王爷的人品如何，本府很清楚。最重要的原因，还在于他没有这个必要。既然如此，大人是否先抓张冲？根据现在的证据，他是无法抵赖的。大人，属下也绝对有把握，可以把张冲擒获。问题不在于此。 倘若张冲不肯供出实情，不但黄金追不回来，就连那与他串通合谋之人也会逍遥法外。还是要锁定王府追查才行啊！然而，碍于对柴王爷的交代，又如何查呢？那就只有再做斟酌，详加演绎了。大人的意思？ 暂时不打算拘捕张冲吗？不错。一旦查出黄金下落，或是同谋之人，就是将他拘捕归案之时。玉儿，父王已经向包大人提过了，他会去问慕容姑娘的意思，明天一定会有回复。父王，恐怕答案不如预期。哦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反正。 就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大人，虽然目前不能肯定柴禄就是张冲在王府之中的同谋之人，不过以柴禄在王府当中的地位而论，他的确最容易以各种名目把黄金藏在府中，而且有绝对的把握不让外人察觉。不错，展护卫今日在王府之中曾经四下看过，可曾发现有可疑之处？有一处库房守卫特别严密，柴禄吩咐不许任何人接近，就连属下都被挡了下来。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了。还不能肯定，王府太大，房间太多，属下今天还没来得及细看。除非我能一间一间的查，否则很难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一个房间。不可，王府之内皆是柴王爷的私有封地，外人不经允许，根本不准擅入。大人乃是奉旨钦差，依法当然可以进去。话虽如此，在未能确定之前，就贸然逐间去搜，并不妥当。若是能够搜出，尚且罢了；若是查不出，非但对王爷无法交代，甚至可能惊动他们将黄金撤走。如此一来，此案岂不是追不下去了？大人，是否能让属下夜探王府？这样恐怕不妥吧？展护卫方才不是说过，王府之中房舍极多，若是趁夜去查，至少要10天半个月，这样岂不是延误了时机？没错，除非我们能排除一些目标，或许更有可能。那就逐一排除不可能藏匿之处。公孙先生，倘若是你，你会把黄金藏在哪里？倘若是柴王爷不知情的话，应该藏在他不可能去的地方，以免让他发现。一些能让人意外发现的地方都要排除。而且此处必须日夜有人守卫，必须隐蔽遮盖，以防守卫之人心生贪念。因此，守卫多寡、房间大小、隐秘与否，就能确定是否是黄金的藏身之处。好，明日本府与柴王爷有约，展护卫不妨再去一次王府，依此方向仔细观察，寻出最有可能的藏金之处。师叔，我到房里找不到你，原来你在这里呀。房里有点闷，我想出来透透气。师叔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柴王爷托付包大人，让师叔问你一件事。要问婉儿什么事？这件事有点冒昧，不过你没有其他的亲人，只好由师叔来问明白你的意思。师叔请讲。柴王爷要替小王爷柴玉向你提亲。这件事情必须由你自己做主，你只要清楚明白地说出你的意愿，不必有所顾忌。师叔应该知道婉儿的答案。
你要柴王爷派人接替你，为小王爷治病，师叔心里就已经明白了3分。不过，还是必须由你亲口说出来。师叔秦大人回复王爷，婉儿福薄，无缘高攀。你确定？婉儿确定。好吧，师叔会向大人禀报。多谢师叔。那婉儿先回房去了。他还是拒绝了。是。倘若如公孙先生所言，既然他对柴玉也有好感，为何却非拒绝不可呢？大人，婉儿为了继承父业，曾经立誓，将终生奉献于玄壶济世，她是不可能改变心意的。也罢，既然这是他自己做下的决定，本府明日也只好照实回复王爷。哦，这就是慕容姑娘的答复。王爷，此事包拯也只能听凭婉儿的决定。唉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们也的确是爱莫能助。只是玉儿恐怕……小王爷胸襟开阔，想必能够自处。唉，你为什么还不施针呢？婉儿在等候府里派来的大夫。你为什么要找人接替你？依婉儿推断，小王爷调理血脉至少需要1年。难道
就不能一直由你来诊疗吗？婉儿说过，只是奉旨来青州，而不会久居不去。那如果我要你留下来呢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人各有志。小王爷，你又怎么知道婉儿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呢？包大人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父王对他的请求？说了。我想知道你的答案。婉儿还是会离开青州。小王爷，请把大夫请过来。把大夫请来。是。我这一辈子从不近女色，也早已下定决心，终生不娶。凭父王的名望，王爷府的地位，其实我要娶妻，根本就不是一件难事。可是，我并不想嫁给我的人，是因为那些毫无意义的虚荣而嫁。自从我14岁从马上摔下来之后，根本就没有人敢多看我这条受伤的腿一眼。就因为我是小王爷，可是我心里很清楚，我这一辈子将会是残废。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残疾，只要心中坦荡，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？更何况，据我所知，你对自己的残疾并不介意啊。我只是做给父王看罢了，因为我不想他因为我这个儿子而感到羞耻。那不是羞耻。父子的亲情，无论你的状况如何，他都会一样疼爱你的。但是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这就是你不娶亲的原因之一吗？难道这不就是你不肯嫁给我的原因吗？婉儿对小王爷从无挑剔，只是我早已把一生奉献给行医济世，完成我爹的遗志，是我对他唯一的回馈。我不能为了儿女情长，违背我自己的誓言。可是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婉儿何尝不能感受小王爷的情谊？只不过，婉儿福薄，和小王爷无缘罢了。婉儿，如果你嫁给我之后，你还是可以继续行医济世啊，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冲突的。嫁入王府之后，怎么可能和以前一样呢？就算你同意，我也不可能这么做。心甘情愿地嫁为人妇，或是继续完成我的誓言，我宁可选择后者。那如果我要求父王向皇上下旨赐婚，你会怎么样？你是宫中的司要女官，你敢抗旨不遵吗？我当然不能抗旨不遵。可是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，我一定不会快乐。即使我奉旨而嫁，小王爷娶回府中的，将会是一具行尸走肉。
这个库房是放什么的？文物库房。哦，那一定很贵重。是啊。这个库房的东西你们看过没有？没有，为什么？柴总管不准接近。你们也是卫士的，为何他们能去，你们却不能？他们只属柴总管管辖。府中的大夫正在陪同慕容姑娘给小王爷治疗，属下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好，以后就由他专门负责对小王爷的治疗。是。王爷，大人，怎么今天不下棋了？啊，包大人不太舒服，本王就算胜了，也是胜之不武啊。王爷不愧是王者之风，绝不占人便宜。包大人，回驿馆去休息，展护卫继续可以在王府里转一转。不，展昭还是陪大人回府吧。怎么，2天就把本王这王府转完了？王爷府如此宏伟壮观，岂能轻易看遍？那好，那就随时再来。本王说过，本府上下凭你随便看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包拯告退。包大人请。是。展大人今天都看了些什么地方？回总管，库房。哪间库房？都看了。昨天他看的那一间呢？也看了。他昨天看了，为什么今天还看？他问库房里有什么。大夫，现在开始，再隔2个时辰，就可以施第2次针了。每天只要2次就行。你已经看过所有的穴位以及入针深浅，等一下就由你来施针，我在旁边说明就行。明天开始，你就可以单独为他施针了。小王爷，你现在可以休息2个时辰，让婉儿也出去透透气。婉儿告退。大人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本府向王爷回复了婉儿的回答之后，王爷的情绪难免低落，本府也不好继续待下去。大人，婉儿自有主见，
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。公孙先生，婉儿姑娘有什么事？那是婉儿的私事，有机会再向展护卫说明。今日在王府之中，可曾看出什么端倪？大人，属下几乎可以确定黄金的藏身之处。话虽如此，还是要眼见为凭。属下晚上再探王府，设法把证据带回。启禀大人，什么事啊？张冲又进了王爷府。他又去了王府。是王府的人去州衙找他的。大人，属下马上过去看看。字画，字画，100两，100两。过来。这2天都给我盯紧点，别买一个不能送，有事及时给我。父王，您找我？啊，玉儿，包大人已经回话了。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怎么？你知道了？婉儿，她亲口跟我说了。玉儿，父王您放心，我没事。玉儿，父王一定替你找一个天底下最好的女孩。婉儿，她就是最好的。可是，父王您放心，虽然婉儿拒绝了我，可是我心里面很清楚，她已经接受了我，所以我一点都不难过。没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了。你这么着急的把我找来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我担心要出事。包大人可能已经盯上王府了。怎么会呢？这2天展昭一直在王府里转，而且目标就是那些库房。你怎么能让他在这王府里面来去自如呢？嗨，这是王爷亲自批准的，我也没办法阻拦。那怎么办呢？找你来，就是来商量解决的办法的。小王爷，张冲参见小王爷。摘录。是。
金，真的得来不易。50万两黄金的军费，就可以组成一支足以推翻赵宋的军队。我柴家能否复兴大周，就看此一举。可是如今，张冲，在。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殿前都点检，可是让好好的一个金矿毁于一旦，让复兴大计至少耽误5年。试问，你怎么跟你的曾祖张永德张大将军交代？张冲罪该万死。柴禄，在。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当朝宰相，可是你并没有好好的督促张冲，让计划一再延误。你将来怎么能够辅佐我，又怎么能率领朝臣呢？柴禄情愿立奏。难道苍天不肯给柴家多一次机会？难道复兴大周真的永无指望？小王爷不必担心，柴禄一定竭尽全力筹措军费，绝不让复国大计受阻。张冲也绝不敢再有半点疏忽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小王爷。或许是我对你们太过严苛。大周灭亡近100年，到如今，还以臣子对柴家相称的人寥寥可数。试问，我还能要求你们2个什么呢？小王爷，张家后人奉柴家为主之心，绝无改变。柴禄4代供职宫中府中，柴禄的子孙必定永远效忠。好，就因为你们2个人，让我觉得大周复国有望。筹措军费之事，你们要加快脚步，早一日筹足，就早一日举事。你们2人责无旁贷。是。至于展昭前来探望之事，你们不用太担心。无凭无据，包大人怎么样也不能强行来送。小王爷，是否还是未雨绸缪来得好一些？你们2位还有什么好的想法？杀了包大人。只要包大人一死，没有人能够进王府，谁也查不出来。这黄金就藏在府邸之内。小王爷，这是釜底抽薪之计。以目前情势来看，也只有这样才是保全的方法。请小王爷三思。属下立刻可以着手进行刺杀的行动。不行，如果把包大人杀了，反而显得我们不打自招，承认罪状。还有，你们不要忘了还有展昭，他是江湖中人，毫无顾忌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到时候反而让我们事迹败露。那就连展昭一起除掉。以展昭的功夫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必要的时候，属下可以动用军队。没有用的。展昭如果想逃走，再多的军队也挡不住。万一他回到京城揭发此事，反而让我们功亏一篑。反正你们记住，一定要稳住，不能乱了方寸。是。
让你们久等了。你上哪儿去了？你出去透透气，我也出去活动一下。你应该休息的。失针之前静坐片刻比较好。下次我会注意的。大夫，请你按照我的方式给小王爷施针吧。是。欢迎。是。夜晚与白日不同，展护卫能分辨得出来吗？我去过2次，那边的守卫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都是柴禄直接指派的。王府里其他的卫士根本不可以靠近，更不要说什么仆役下人了。况且这2天守卫明显的增加，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如此说来，张冲在王府中的内应，已经可以肯定就是柴禄了。柴禄是王府的总管，张冲要把黄金藏在王府之内，不通过柴禄根本就不可能。倘若证实了黄金确实藏在那个库房里面，那张冲和柴禄同谋的罪名是绝对逃不掉的。倘若果真如此，对柴王爷来说，的确是个打击。听王爷说，柴禄的曾祖是前朝世宗皇帝的太傅，周灭宋兴之后，自愿进入王府之中，改为柴姓，祖孙4代都在王府之中任总管之职，可以算得上是一门孤忠啊。只怪他自己起了贪念，如今柴王爷也帮不了他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你怎么回到驿馆之后，一句话也不说？啊，展护卫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出发了。大人，属下夜探王府，时间很难掌握，或许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公事为先，本府等你便是。展护卫，展护卫，展护卫，你一定要特别小心，万一惊动了守卫就麻烦了。柴禄发现有人盯上了库房，一定会提高警觉。公孙先生，展昭什么时候让你担心过？是，我多虑了。展护卫，如果黄金藏在夹层或是密室里，就是一定有暗门。开启暗门的机关通常在墙垛或是摆设上。展护卫，公孙先生，别忘了展昭来自江湖。展护卫切莫见怪，是我太过担心了。公孙先生不用为展昭操心，你应该替婉儿姑娘担心。我觉得她心里有话不肯说出来。这你已经知道了。展护卫，还是回来再说吧。回来再说。这本是婉儿的私事，不该去说。然而，展护卫也不是外人，你就告诉他吧，
是。他回来之后，学生会找个机会告诉他。不过，尽量不要让婉儿太过难堪，毕竟她只是个年轻的姑娘，这种事也不好公之于众。学生明白，只是他小小年纪，却要承受这么多情感上的重担，真难为他了。婉儿太执着于对她亡父的誓言，或许这也正是她最为痛苦之处。你怎么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了？出了什么事情？别急，我找你有要紧的事商议。就不能等明天？不能。好，你说。你从王府走了以后，我越想越不对劲。展昭他究竟发现了什么，盯上了王府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范勇那批军中的人只知道替你采矿，我的介入，他们根本不知情。不错，他们的确不知情。只有郭北和几个心腹负责送黄金到王府。依照你的说法，郭北那批人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的确没有活口，我有绝对的把握。那包大人有什么理由怀疑王府，甚至派展昭前来探查？原因很简单，你已经被人盯上了。矿场事发以后，你来王府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他们可能已经派人跟踪你，于是就将王府列为侦查的目标。他们想从我身上追到黄金的藏处。不错，这就是他们的目的。难怪包大人让我暂时留任，难怪他对我充满了怀疑，却没有任何动作。原来这一切只是为了让我带着他们找到黄金。现在要撇清你我之间的关系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你立刻离开青州，掐断他们侦查的目标。不行，现在离开已经为时太晚了，并不能解除他们对王府的怀疑。可是时机一旦成熟，他们对你下手，你就是我们最不利的证人。不，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掌冲，相信我。只要你看好那些黄金，不露半点口风，包大人没有任何机会扯上王府。
大人，这个世上恐怕很少有人看到这么多黄金放在一起，难怪有人为了它不惜一切，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。可是他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。如今证实，黄金藏在王府之内，如何才能查证黄金是从矿场盗采而来的呢？每一锭黄金在熔铸完成之后，一定会打上印记，以证明该黄金的出处。而这块金砖却平整光滑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这样的证据，的确是毋庸置疑了。大人，是否可以马上采取行动？当然可以，不过却先要定好策略。那我们该先抓张冲，还是先去王府呢？这倒是个难题呀。不管先到哪一边，另外一边一定会心生警惕。不错，张冲会逃，柴禄会马上处理黄金，到时候我们会顾此失彼。黄金迁移需要人手和时间，更需要放置之处。人却随时可以逃离，还是要先从张冲着手。先去抓张冲，柴禄那边一定会得到消息。倘若拘捕张冲，却不去州衙呢？大人是要张冲前来驿馆？不错，拘捕张冲之后，立刻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前往王府，柴禄来不及应变。可张冲知道大人怀疑他是否会单独前来驿馆呢？那就需要找一个他不会警觉，而又非来不可的理由。大人，如果朝廷对张冲的处置已由地补送到，若以此为由，让他前来驿馆当面听取，是否可行？按照日程推断，朝廷的决定也该到了。此法可行，不过为防万一，还是要密切注意他是否有脱逃的意图。大人放心，属下会暗中盯着他，直到他来到驿馆，他逃不了。好，明日就依计而行。张大人，方才衙役来报，两位要见本座。是，我们奉了包大人之命来请张大人前往驿馆。一大清早，包大人叫本座去是为了何事？昨天地铺送来朝廷的紧急公文，大人说那是朝廷对张大人的裁夺，请张大人前去听取。既然是为了公事，包大人何不前来州衙？张大人是要大人亲自前来？不，本座只是好奇而已，怎敢劳动包大人？既然如此，
还请张大人随我2人一同前往。好，本座就随你们前去。张大人，请。这叫自投罗网。张冲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包大人，下官不知道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。盗采金矿，杀人灭口，本府要依法将你逮捕归案。无凭无据，包大人凭什么认为下官与此案有关？又凭什么要将下官逮捕？3年前，青州勘矿师田野奉你之命，前去勘察矿脉，勘定的确为金矿之后，你却驳回探勘结果，非但未上报朝廷，反而利用范永、郭北盗采金矿，并将田野杀害灭口，谎称失足落山。如今，当年你亲笔批复的公文为凭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张冲，本府劝你不要做无谓的困兽之斗。既然罪行已被揭发，就该坦然接受国法的制裁。哼，没想到当年遍寻不着的批示文书，竟然会在今天出现。不过，包大人想要将下官依法制裁，恐怕也未必办得到。我倒要看看谁能接得下我这杆枪。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五房眼。好，我也正想试试南侠展昭是否名不虚传。都给我退下！
还是乖乖的弃枪伏法吧。不，就算死，我要找个人陪。大人小心！保护大人！将军难免战前往，我死推其所。大人，他是存心想死，以为这样就保住了柴路了。然而，他却又为何要拼死保护柴路呢？大人，张冲伏法了。王朝马汉在，派人收拾善后。是。公孙先生带齐政务，我们立刻前往王府。王爷，包大人，你身穿官服，带着人马，到王府来，不知所谓何故？王爷，包拯今日是为了公事而来。哦，那本王的王府之中，能有何公事而言？包拯有可靠证据，证明王府之中有人与张冲勾结，犯下了盗采黄金一案。啊，竟有此事？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？柴路。包大人，你可有可靠的证据？盗采3年，不法所得的黄金，就藏匿在王府之中。王爷，这些金砖均无熔铸出厂的印记，足证乃是私财私铸，包拯要依法行事。事实俱在，本王无话可说，请包大人尽管放手去办。多谢王爷。王朝马汉在。将赃物清点列册查封，带回驿馆先行保管，待朝廷派员前来接收之时，依法剿捕。是。张龙赵虎，属下在。柴路罪证确认，将他押入大牢，严加看管，听候审讯。是。
多谢王爷配合。本王平时并不过问府中之事，导致那柴禄欺上瞒下，违法乱行，还请包大人见谅。柴禄违犯国法，乃是个人行为，既非朝廷官员，又无责任归属，自然与王爷无涉。正所谓人上一白，形形色色，王爷又怎能全班洞察？本王调教无方，难辞其咎啊。不过，那柴禄与张冲勾结合谋，包大人是如何查获？莫非是那张冲被擒，招供出来的？回禀王爷，张冲他持械拒捕，更图谋行刺大人，已经被当场格杀。他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包拯乃是根据一件物证判定，进而循线追查，才查出柴禄涉案。什么物证？此物还是出自王府之中。哦。这图上的印记，可是王爷家族所有。这幅藏宝图，在柴家已有100年之久。那柴禄身为王府总管，谁知竟敢监守自盗，将此图交给张冲，共谋盗采金矿，真可谓人心难测。王爷无需为他难过，这也是他咎由自取。王爷，此图如今已是全案物证，还请王爷赐予。那是自然。王爷，如今此案人赃俱获，今日整理清查，明日包拯便要升堂审断了。罪人拜见包大人。柴禄，在本府升堂之前，先要询问于你。如今人赃俱获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我本以为此事天衣无缝，不会有人发现，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包大人您。我只能说，天不从人愿，别的我无话可说。然而本府却要问你，那张羊皮矿脉图，可是由你交给张冲，由他负责开采金矿的？事到如今，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不错，我身为王府的总管，王府的古玩器物均由我来经营。3年前，我无意当中发现了羊皮图纸，我就指使张冲按图索矿，没想到还真是找着了黄金矿藏。那张冲与你有何渊源？你又如何信得过他？我与张冲乃是世交，祖上同朝为官，我们俩又是从小的玩伴，我绝对信任他。那张冲文武双全，又蒙朝廷器重，只要尽忠职守，日后必能飞黄腾达，又怎会弃之不顾，与你狼狈为奸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？包大人，
您可真是难得一见的清官啊！这与本府是否清廉，又有何关？包大人不知道其他官员的情形，普天之下入朝为官者，有几个人不是为了贪图名利？这个矿场给我和张冲所带来的财富，够几辈人享用。张冲没有理由不动心。哼！就为了贪图那些财富，却让他送了一条性命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只怪他没那个福分。然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非但让无数的矿工受难，更让柴王爷蒙羞。这一点，你又可曾想过？我贪图黄金，包大人依法处死，我罪有应得。唯有对王爷，我只有来生再赎罪了。大人，柴禄所说并非实言。哦，展护卫是据何而论？张冲私采金矿被大人查获之后，接下来他应该明白，大人会查出主谋是谁。可是他却留在青州不走，显然他不相信柴禄，怕他会私吞黄金。可柴禄却说他们互相信任，这话显然是假。展护卫言之有理。柴禄，你可有说辞？展大人想的太多了。张冲做事一向缜密，他有把握让包大人抓捕他的证据，所以他才留下来。可今天他知道大人掌握他3年前批复的公文，已经足以证明他有罪。他的武功虽然不如我，若是有心逃走，也并非绝无可能。可是他却选择刺杀包大人，丧命在我的剑下，这又为何？他是为了维护我？一派胡言！他怎么可能为了你而牺牲性命？我与张冲乃生死之交，这个恐怕展大人没想到吧？柴禄，不论你所言是真是假，如今那张冲已死，黄金又是由你所藏的库房之中搜出，罪证确凿，毋庸置疑。明日本府升堂之后，再详加论断。柴禄无话可说，任凭包大人发明。张兆虎，属下在。将柴禄押回大牢，由你2人亲自率府中官兵严加看管，不得有误。是。
父王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我才来了一会儿。那你怎么不叫我呢？我没有打断你，看来你完全沉醉在自己的音乐当中了。没错，有许多话不好对人言，有许多事也不便对人说，所以只好陶醉在丝竹之中了。是的，你是有许多话没有对父王讲。父王话中有话。我的确有别的意思。张冲和柴禄的事，你都听说了？听说了。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。说吧。他们触犯了国法，包大人依法将他们治罪。孩儿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哦，是吗？那他们盗采金矿，你也没什么可说的？孩儿不明白父王的意思。包大人查出他们犯罪，凭的是一张藏宝图。那藏宝图是我柴家之物，难道你还没有什么可说的？那是你14岁那年，因为你摔断了腿，你的祖父为了讨你的欢心而赠予你的。难道此事你全忘了？父王，此事别人也许不知，可是赠图的是我的父王，受图的是我的亲子，我怎会不知？柴禄是王府的总管，如果藏宝图不在他的手上，他又怎能拿去与张冲勾结盗采金矿？当包大人出示此图，我一看图上的印记，就知道此案是你所为。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父王，藏宝图在柴家100年，是柴家所有。图中的金矿是柴家所有，甚至现在的赵宋天下也是柴家所有。柴家把拥有的东西拿回来，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的。住口！如今天下早已不是柴家的天下，山里的金矿更属朝廷所有。你凭什么去开采？你凭什么占为己有？你凭什么去牺牲多条性命？父王，你根本就不明白。我是不明白，我也不想去明白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包大人会不会查到你的身上。一旦如此，连我这个王爷也保不住你了。父王，您放心，张冲之所以被他们所杀，也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把我供出来。否则，以他的武功，他应该可以逃走的。所以包大人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与我有关。别忘了，还有一个柴禄。柴禄他不会说。你怎么这么有把握？父王，你平时少管府中的事，而孩儿却跟他多有接触，他是不会背叛我的。除非父王你要大义灭亲，把我供出来，交给包大人。唉，父王还没有那么狠心。要我亲手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送死，我做不到。如果是这样，包大人永远查不到我的身上。可是他凭着一个柴家的印记，就追查到了柴禄，难免不会追查到你的身上了。
柴家的印记已经多年没用，除非宫中旧物，否则外面的人又怎么会知道呢？婉儿看过柴家的印记。慢一点啊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小心点。哎，小心别倒了。慢一点。还有这个。哎，慕容姑娘，是不是从王府查到了黄金？是，大人让我们搬回驿馆扣押看管。大人是不是也带走了柴禄？是，如今正关押在州衙大牢。照你这么一说，你送给他的那个真和尚，就有我们柴家的印记。原来包大人是根据这一点才找到我们王府的。这一点也是我始料未及的。可这也不能证明你就牵扯在其中。没人知道藏宝图是你交给柴禄的。你不用担心，父王，我不是担心包大人抓不抓到我，我是为婉儿的事而感到无奈。玉儿，那个玉盒没有能够让我抓住婉儿的心，却让包大人把柴禄给抓住。